秀莲，结婚证妈都找人帮你办好了，你们就安心在一起吧。静静，你们的婚事啊是父辈定下来的，也是你奶奶的遗愿啊。让两个孩子今晚好好培养感情，争取生个孩子。好热，陆秋离，你身上好凉呀。虽然没有见过面就和这个叫阮静的女人结婚，但事实已经发生了。我和她好好过日子吧。老板，米国的分部已经建好，直升机已经停在院子里，可以马上启程。我马上到。等我回来，定会好好补偿你。弟弟一直不来找妈咪，我自己去抓那个陈世梅。小朋友去哪里啊？叔叔带你去啊。我要去警察局，你要一起吗？这小屁孩真难搞。叔叔家有很多这样好吃的糖，跟叔叔回家吧。这个糖一看就是垃圾合成的，我只吃瑞士进口的钻石糖。还吃瑞士糖？没有公子命，有公子病，到时候把你骂到生理是吃苦。我放肆一条。臭小子，敢打我！安可是武林高手，专门对付你们这些坏死俗。年轻人不讲武德，36计走为上计。臭小子，别跑！停！怎么回事？老板，突然冲出来一个小孩。哇，好帅呀！不好意思，我儿子不懂事乱跑。你胡说！你长得那么丑，怎么会生下我那么活泼可爱的儿子呢？臭小子，傻脾气上这里了，还跟我回家！他不是我爸爸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站住！叔叔救我！抵他住，报警。是。叔叔你好帅，当我弟弟好不好？小孩，你怎么乱认爸爸呀？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个小男孩？前面抓到一个人贩子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谢谢。顾总，时间快到了。叔叔，你还没答应我呢。叔叔是有老婆的人，你在这里乖乖等家里人，叔叔保镖会保护你的。唉，真可惜，我还以为我要有帅弟弟了呢。妈咪！
刚才跑哪里去了？让妈咪担心死了。妈咪，我没事儿，我刚才差点有爹爹了。不要在外面乱认爹。那爹爹长什么样？是不是跟我很像？当年我和你爸也就那一晚啊，脸都没看清。爸爸离开太久，妈咪也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。哼！阮静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不好意思啊，刚送小孩回家。算了算了，总裁今天从米国回来，助理部立刻到门口迎接。他怎么看着那么眼熟？总裁走了6年，居然回来了。是啊，顾总只用了6年的时间，就在米国建立了集团分部，打败了米国本土所有的企业，一跃成为了福布斯富豪榜首位呢。好厉害！别八卦了，赶紧跟上。城北的地产项目进展的怎么样了？进行到……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，我花钱养你是干什么吃的？就没有一个人知道吗？顾总，城北项目已经进行第2轮融资了，今天早上融资的合同已经发到公司邮箱，这是复印件，请您过目。他会，你怎么不会？究竟是谁把你招进来的？我……你舅舅是人事主管吧？安排一群沾亲带故的人吃顾氏的工资。刘助理，全部开了。是。顾总，求你别开除我。顾总果然名不虚传，虽然远在米国，但对总公司了如指掌。总裁最讨厌哭哭啼啼的员工了，你还是赶快走吧。你结婚了吗？结了。有孩子吗？有。以后你来当我的贴身助理。我？为什么？你的工作能力不错，还是个带娃的。哦，我的身份不会对顾总产生非分之想。聪明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阮静。好熟悉的名字，我好像在哪里听过。喂，妈。秀林呐，你回国看媳妇了没有？还没呢。你呢，抓紧时间去呀！你6年来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他呀气得搬出了顾家。你这次一定要好好给人家赔礼道歉。你知不知道人家还给你生了个……知道了，妈。整天就知道工作，你老婆长什么样你还记得吗？顾秀莲，你要是还计较当年的事，不去见你媳妇儿，你就别认我这个妈。我没有计较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。喂。对了，你说第一次见老婆送什么礼物比较合适啊？我一个大男人哪懂这些啊？还是让阮助理来说吧。顾总之前送过夫人什么吗？我还没来得及送，现在想全部补上。婆婆有好多包包，贵妇应该都喜欢这些吧？顾总，您可以给夫人送包，毕竟包治百病。对呀，女孩子都喜欢包，阮助理这个建议好。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办了，要全球限量版包包，越贵越好。我的夫人她配得上最好的。好的，顾总。阮静，当了顾总贴身助理，以后可要注意自己的身份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别动其他心思。你也看到了，顾总很爱他的老婆。李特助，你想多了。我一个当妈的人，只想多挣点钱养孩子。顾总在我眼里就是财神爷。那就好，我们打工人嘛，就是要恪守本分。顾总，夫人的家就在这里，需要我陪您上去吗？不用，我自己见她才有诚意。我的老婆家里怎么会有小孩？帅叔叔，怎么是你呀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就是我的家呀。李特助难道给我的地址不对？501，这里就是501室呀。
帅叔叔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你是不是答应要当我的爹地啦？小朋友，你今年多大了4岁。？4岁。我离开了6年，不可能生出4岁的孩子。难道他出轨了？帅叔叔怎么走了？本来还想介绍给妈咪认识的。其实我5岁了，虽然帅叔叔救过我，可是呢，妈咪说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所以呢，我才不说实话呢。到车了，请注意。老板怎么样？夫人见到您高兴坏了吧？你确定你给我的地址是对的？顾总放心，这的确是老夫人给的地址，不会出错的。李特首，我的老婆出轨了。啊？这怎么可能？我连他4岁的私生子都见到了。会不会是您的儿子？我离开6年，我的儿子几岁，还要我告诉你吗？刚才是不是有人敲门？妈咪，刚才路边那个帅叔叔来找我了。你开门了？他丢了东西在门口。顾安，以后不许给陌生人开门。可那个帅叔叔长得好帅，当然和我比还差了一点。在路边遇见，又过来找你，肯定对你有企图。以后他再过来敲门，你应该怎么做？打111，您告诉警察叔叔。这还差不多。妈咪，爹地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安安，你刚才开门是想看看那个人是不是爹地？爹地不会回来了，妈妈一个人也可以把安安照顾好。你穿什么背心啊？没玩东西。现在被堵住。哼，我知道了，爹地肯定是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的大渣男。差不多吧。妈妈，新时代的女性不要为渣男流一滴眼泪。尊奶奶出国填给我的黑卡，以后妈咪的生活由我承包了。顾安安小朋友，别显摆了，你这卡只够刷 AD 钙奶，再乱花的话就没收啦。哼！丢了东西在门口，该不会是什么诈骗吧？这个不是绿包吗？哎呀妈呀！这有钱人真能找啊！这个包，这不少个 W 吧？什么也没有啊。阮静，周总已经到包厢了，一言处理一下，我随后就到。好的，顾总。周总啊，实在抱歉，顾总路上堵车，请您稍等。等也行，阮助理陪我喝一杯吧。好啊。哟，阮助理这么年轻就已经当妈妈了？是的，我有个孩子。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给总裁当贴身助理，想必功夫不错吧？周总说笑了，我能当上助理，全凭自己的工作能力。要我说呀，还是你们顾总懂得享受。生过孩子的女人更有滋味啊！周总，请您自重。我重不重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？周总，你干什么？阮助理，就别装了啊！来，我会好好疼你的。住手！住手！不多，我看你这个助理太不懂事儿，碰都不让碰，换孩子算了。完了，我得罪了周总，坏了顾总的生意，工作要没了。
顾氏是不会和性骚扰下属、品行不端的人合作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不要以为你顾氏家大业大就可以嚣张。你刚回国，不了解国内的形势。我话从不说2次。周氏不仅不配和顾氏合作，更不配在龙川出现。你让周氏集团3秒破产。偌大的一个周氏，岂能是你顾修林一句话就能动摇的？3、2、1。家主，周家的股票被人做空了，我们破产了。顾总，我错了啊！我不该对阮助理动歪心思的，给周氏留一口气吧。现在晚了。阮助理，你也说2句吧，我也是鬼迷心窍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周总，我只是一个小助理。经理，以后别让这种货色再进来了，影响食欲。是，顾总，我错了。顾总，我错了，顾总，我错了。谢谢顾总。以后别把垃圾的话放在心上。你能成为我的助理，全靠你自己。你既能照顾家庭，工作能力又强，是位优秀的女性。可是周总和公司的合作废了。想和顾氏合作的公司多如牛毛，顾氏走到今天，绝对不是靠对职场骚扰的妥协。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情，及时报警，公司永远站在你背后。老板实在太好了，同样姓顾，怎么差别那么大？我那个懦弱的总裁老公，要是有顾总1半好就好了。顾总，刚才您帮了我，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尽管吩咐。是这样，我有个朋友，他离开家几年，回来后发现他老婆家竟然有个孩子，你怎么看？顾总，您是不是想问您老婆有没有出轨？我朋友老婆，一看就是和夫人出现误会了。哦，当然，他本人也有这方面的猜测。不一定是出轨，这个孩子有可能是朋友家的孩子去玩嘛。有道理，他不能仅凭一面就断定对方出轨。对，这种事还是自己问清楚比较好。这样，你准备一大束花，我再去一趟我老婆家。顾总，您说漏嘴了，我立马给夫人去准备。修玲啊，你见着你老婆了吗？还没呢。那你赶紧去，这么多年软禁一个人多不容易，你这也太不像话了。妈，你说我的老婆叫什么？你要气死我呀，连自己老婆名字都记不清。妈，您再说一遍。阮静，你老婆叫阮静，耳刀旁的阮，安静的静。居然和助理的名字一模一样。阮静也有小孩，该不会是……阮静，你怎么叫这个名儿？顾总，整个龙川市叫阮静的有5143人，我这个名字有什么问题吗？人都重名很正常，是我想多了。没什么，你赶紧准备花吧，要最好的。好的，顾总。老板对老婆真大方，啥都要最好的，老板娘可真幸福。请进。顾总，你要的花已经准备好了，放在您的车上。辛苦了，先下班吧。哎，你先别进来，我点的外卖到了，你去拿下。楚亮，你看我就是快回来，故意掐着时间点的吧？不愧是10年的饭搭子，我们的默契还是这么好。妈咪，楚亮叔叔说，如果你换了鞋子，肯定就不会去拿外卖啦。去吧去吧，点了你爱吃的小龙虾。这还差不多，包给我拿。遵命。
叔叔，哎，我赢了！啊，你过来，你不是一直想要爸爸吗？这样，咱们玩过家家，你叫我爸爸，我叫你儿子。土叔叔，虽然我只有5岁，可是呢我还聪明着呢。你想占我便宜？瞧你说的，我是那种无耻的人吗？你是。臭小子，叫声爸爸有这么难吗？啊？你不是我爸爸，我不叫。再说了，你为什么不叫我爸爸？这把枪里啊有超多钞票，只要你叫我一声爸爸，全给你。小孩子才玩这种玩具呢，像我这种成熟的人已经开始赚钱养家了。哇，好多钱呀！小样，我还治不了小屁孩了，叫不叫？叫不叫？叫不叫？哎，乖儿子，等我会儿啊，爸爸去开门啊。你好，你找哪位？奸夫既然已经住到了家里，亏我还在为他找借口。你干嘛？神经病啊！我会让你们付出代价的。Oh, every time I see you, 그대 눈을 볼 때면 자꾸 가슴이 또 설레어와 내 운명이죠. 세상 끝이라도 지켜주고 싶은 단 한 사람. 这话怎么有点眼熟？你快进来，你快进来！你快进来！哎呀，是，快进来！怎么了？刚才有个变态敲门，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打人，可吓死我了！安安上次也说有个男人敲门啊。不过重点是很帅。帅是重点吗？那这次敲门的帅呢？你们不愧是母子，重点都歪了。那男的一看就是暴力狂，随时随地会犯罪，下次陌生人敲门直接报警。知道了，赶紧准备吃饭吧。哎，上次丢面包宝宝，这次又丢花。哎呀，这个人真有钱呀！哎呀，我怎么觉得刚刚那束花好像是我给总裁夫人订的那束？一定是我想多了，老板的花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？怎么样，见到老婆啦？妈，阮静出轨了。阮静那么好的姑娘，你可别瞎说。我亲眼看到的，阮静的孩子都那么大了。傻孩子，那是你的儿子呀。妈，这一看就是那个女人的借口。我亲耳听到那个孩子，他叫一个陌生男人叫爸。这怎么可能？再说，我跟阮静只有那一晚上，怎么可能一下子冒出来一个这么大的孩子？说不定就是一次中招呢。妈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也不是没有可能吧。说到底是我们顾家对不起阮静，你当年一声不吭就离开，一走就是6年，他一个人独守空房，一朝踏错，情有可原。妈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？你都不看看你儿子头都绿成什么样子了？这婚我必须得离。反正我觉得小静不是那种人。安安是个可爱的孩子，
和你小时候可像了。你千万别冲动，一定要搞清楚了再说，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了，我自己会处理好的。我都眼见为实了，还要怎么搞清楚？李特助，叫律师给我准备离婚文件，越快越好。顾总，您刚回来就要和夫人离婚？叫你准备你就准备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大半夜的谁啊？让人亲吗？阮助理是吧？你们顾总喝多了，快来龙川会所接人。安安，妈咪要出去工作，你一个人睡好不好？妈咪要去哪？妈咪的老板喝醉了，妈咪要送他回家。不行，这么晚了去工作，那个老板肯定有问题。能有什么问题啊？都是男人，我还能不懂他的小心思吗？酒后一夜情，电视上都是这么放的。妈咪，我要陪你一起去。好，妈咪带安安一起。安安，你乖乖待在这里，妈咪找到老板就回来接你。妈咪，你放心，快去吧。妈咪一个人遇到危险该怎么办？安安要保护妈咪。妈咪一个人遇到危险该怎么办？安安要保护妈咪。这里是身价千亿才能进来会所，哪来的小乞丐？滚出去！我才不是小乞丐呢，我也是千亿霸总，我有88亿的黑卡。是他想骗我？玩具卡吧。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是小猫咪啊？哈呀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虽然他妈妈背叛了我，但是小孩是无辜的。放开我！住手！放开我！是叔叔，你怎么在这？连小孩子都欺负，你被开除了。你们俩人一伙的吧？一个进来喝酒的，也敢随便开除人？我们龙川会所背后可是顾氏集团，我是你说开就开的。现在就叫你们经理过来，狗眼认认我是谁。是叔叔，你没钱还是我来吧，我有钱。你们俩人还搁这儿装呢？什么样的达官贵人我没有见过？像你们这种装大款打零工，就算是1万年也比不上他们的气质。保安，把他们两个给我扔出去！住手！混账东西，连大老板都不认识的。老板，大老板，求你原谅我！求老板别开除我！老板，我错了，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小的立马对周小姐道歉，求你原谅我！求你原谅我！要是道歉有用，要警察干什么？赶紧滚！我绝不允许顾氏存在这种狗眼看人的东西。没听见大老板的话吗？还不滚，等我亲自扔啊！好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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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盛叔叔，你人还挺好，不像个帮你狂。我还不至于对小孩子动手，你爸是罪有应得。我爸是不常回来的。当然，他常回来不就露馅了吗？叔叔，你是总裁吗？你好霸气哦！小孩子，你还知道总裁呢？当然了，我以后也要当总裁。小孩子怎么能在这么混乱的地方？赶紧给你妈打电话，让她来接你。经理，开一个空包厢。好的，老板，这就带您过去。是叔叔，我走累了，抱抱。要是你是我爸爸就好了。你好，请问顾总在哪儿？大包间没看到他。你是大老板吧？在306包厢。知道了，谢谢。
顾总，您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刚好看到老婆的孩子，让他在房间里休息了。顾总，您说话真有趣。您老婆的孩子不就是您孩子吗？那是你没看到我头上的绿帽子。不一定。看来上次顾总怀疑老婆出轨的事还没过去。那个夫人在里面吗？不在，孩子趁他妈不注意偷跑出来，刚好被我撞见。小孩子是会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乱跑的，这个我有经验。看来你很会照顾孩子嘛。那是当然，我家小孩可是我一手带大的。孩子爸没帮忙。他呀，有他没他都一样。看来阮助理过得不是很幸福。对了，顾总，您家小孩多大了？4岁吧。我家小孩5岁了，刚好他也在这里，就让他们2个一起玩吧。嘴快了，这要真是奸夫的儿子，我关心孩子，顾总会生气吧？他妈找来应该还得一会儿，正好让他有个伴儿。他就在里面。顾总果然真男人，不会怪罪到无辜的孩子身上。秀莲，你在这儿干嘛？大家伙可就等你了。顾总，这位是我的发小。你好。阮助理这么漂亮，想必你家顾总在工作上没少给你行方便吧？您说笑了，顾总向来公事公办，从不以貌取人。顾秀玲有什么好？阮助理，你不如考虑来我公司上班，我给你开双倍工资。付新南，你这是当着我的面挖我墙角。我能当上助理，全靠顾总提携。吃水不忘挖井人，我并没有跳槽的打算。看来不是钱的问题，还是顾总魅力大呀。付新南，你够了，这就顾上了。这俩人可别因为我吵起来。感谢蒲总赏识，我敬你一杯。我替他喝。付新南，他一会儿还要送我回去。要是顾总替的话，那就不是一杯的事了啊！来，把酒都满上。少喝点。来。顾总，没事。阮助理，你家顾总喝醉了，他在顶层有个总统套，扶他回去休息。那各位慢慢喝，我和顾总先回去了。我看这俩人关系不一般，绝逼有情况。慢点，顾总。顾总，您先在这儿待着，我去给您煮醒酒汤。别走，陪我待会儿。顾总该不会是对我有想法吧？他可是有老婆的人。看来是我想多了。顾总，您睡着了吗？你是谁？我是阮静。阮静，我老婆阮静。你为什么背叛我？你为什么背叛我？顾总，您说什么？难道是我回来的太晚，你等不及了吗？我听不懂顾总在说什么。连最亲密的人都要离我而去吗？顾总，难道说的是夫人？怎么是你？看来顾总是把我错认成了夫人。顾总，您喝醉了，顾总对夫人真专情，连喝醉了也坐怀不乱。夫人真不应该出轨。脸怎么这么热？只是一场意外，阮静，你不要多想。完了，该不会是夫人来了吧？要是看到我和顾总在一起，被误会了怎么办？不行，就算被误会，也要解释清楚。
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妈咪，我担心你，为了经理叔叔找过来的。妈咪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的好事了？顾安安，你脑袋每天在想什么呢？他只是我的老板。太好了，原来邵叔叔是妈咪的老板呀！顾安安，入门婚事，我同意了。帅叔叔，你认识他吗？认识，他可是个好人。妈咪，让邵叔叔做我弟弟好不好？顾安安，你可真敢想！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叫异想天开？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。妈咪，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。我不可以，他只是我老板，我们只能是上下级关系。那让他别干了，我用黑卡养你们。顾安安，用你渣爹的钱让妈咪在外面养男人是吧？再说了，顾总的资产可不是你黑卡能比的。妈咪，求你了，你就跟邵叔叔在一起吧。是谁在那里说话？没事，顾总，什么人都没有，什么人都没有。妈咪，你把我给藏起来干什么？上班待你已经是老板宽容了，偷偷溜进老板房间可是大忌。妈咪现在马上找人送你回家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顾总。顾总到底经历了什么？自从6年前到米国，一直忙于公事，这还是这些年来第一次一觉睡到天亮。顾总，您醒了，我给你煮了醒酒汤，要喝吗？啊！你还要看我到什么时候？对不起，顾总。以后做事不要这么毛手毛脚的。好的，顾总。昨天晚上我喝醉了。是，那个昨晚的事您还记得吗？不记得了。还好不记得了，要不然就尴尬了。你照顾我一晚上，那你家里孩子呢？啊，没关系，孩子我已经托朋友照顾了。怎么是朋友？你老公呢？他死了。死了？他多年前不辞而别，毫无消息，留我和孩子孤苦伶仃，我就全当他死了。渣男！他要是回来，我替你打断他的狗腿。老板时间那么宝贵，怎么能为我的私事操心？不用不用，感谢老板关心。叫李特助开车，我们该去公司了。顾总好，顾总好。哦，你看，顾总和阮助理还穿着昨天那套衣服，会不会有什么情况？是哎，你说昨天晚上他俩干啥了？常年男女聚在一块还能干嘛？不就那档子事儿？不过说真的，咱们这阮助理还真是厉害，都成那样了，还坚持来上班。哎，哪样了呀？你在说什么？说阮助理和咱们顾总睡了呗。阮静这骚狐狸，我就知道她不是什么好货。啊，妈咪！你让我来来。管，你不是霸总吗？怎么还要你妈抱啊？霸总还没长大，霸总的成长需要妈咪的关怀与温暖。你小子可真是个人精。楚良，谢谢你昨晚照顾安安。你跟我还客气啥呀？要我说你们公司也真是，这大晚上还不让人休息，你们老板也太变态。你不要这样说，老板人很好的。好啦，公主请上车，我们回家吃饭。走。是那个男人和孩子，他们怎么会在这儿？刚上车的女的一定是我老婆阮静。顾总，怎么了？没事，看到我老婆的奸夫
和他儿子了。还没离婚呢，他们都这么嚣张，顾总，这可不能忍，需要教训吗？离婚协议条款拟定好了吗？嗯，好了。吴律师，你通知阮静明年签离婚协议。顾总，我好奇的问一句，您既然已经回来了，为什么不能当面说清楚呢？那个女人还没离婚，就已经按耐不住带着新欢和孩子出去招摇过市。我已经不想跟他们有任何关系了。看来顾总悲伤的不浅啊。明天不能再拖了，这样下去对我们都没好处。好，我现在就联系阮静。喂，是阮静阮小姐吗？是我，你是？我是您丈夫的代理律师，我姓胡，和您约个时间聊一下离婚事宜。他6年杳无音讯，和我联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离婚。阮女士，您不用质问我，这是您丈夫的意思，我只负责传达。什么原因，想必您自己心里更清楚，就不说出来了，给大家留点体面。他果然是有了别的女人。我知道了，他现在人在哪里？这是委托人的隐私，签协议的地址我会发到你的手机上。希望阮女士明日能准时赴约。果然是渣男，妈咪赶紧离婚。妈咪和爹地离婚，你不会难过吗？为渣男难过不值得，妈妈的幸福最重要。妈咪明天离婚，我也要去。你一个小屁孩去什么？家里没有男人，我就是家里的一家之主，我要帮妈咪揍渣爹。好，让你最后看一眼亲爹也不错。妈咪，渣爹什么时候到呀？胡律师，说好的9点，他怎么还没来？阮女士别着急，委托人已经在路上，有点堵，马上就到。你想见爹地吗？不想。哼，这个女人和外面野男人生的孩子，也敢让她认顾总做爹？你从来没有见过他，不好奇吗？反正我以后要跟妈咪一起生活，那个渣男最好从世界消失。妈咪，明天我就改名姓阮。那就没必要等了。胡律师，我直接签字吧。真的不等了吗？或许委托人会改变主意呢。看到孩子改变主意，不行，不能抢走安安。除了我现在住的房子，他的财产我一分不要，孩子就属于我。既然阮女士想的已经很清楚了，那就签字吧。阮女士，这协议是你自己要签的，回头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过你。你错过的是怎样的一条大鱼？那可是千亿资产。我明白胡律师的意思，他的钱我不在乎。那就好，1个月以后我会通知你到民政局领离婚证。我们走。没想到这么顺利，还以为这个女人得讹顾总一半家产。你在这里等一下，妈妈去开车啊。顾总，夫人签完协议已经走了1个月以后去领离婚证就行。那个女人没提什么要求啊？没有，除了她现在住的那套房子，夫人什么也没要。看来她不是一个拜金的女人，毕竟夫妻一场，等你离婚证时给她1个亿。是。不是已经走了吗？怎么把孩子丢在这儿？哇！乖，这家玩具城只有家长陪同才能进，你快出去！我认识的字比你多，根本没有这条规定。你就是个没有爸爸的野种，你知道什么？你快给我道歉，要不然我妈妈过来打你。你妈妈来了又怎样？小心她和野男人再生了一个，不要你喽！不许你说我妈妈，我妈妈才不会不要我。你是哪里来的小杂种，竟敢欺负我家宝贝？妈，这就是我和你说的，我们幼儿园里有名的杂种。哦，就是他呀！妈妈非把你今天好好教训他。住手！爸爸，世界上最好的叔叔，能帮安安当一会儿爸爸吗？爸爸，你这么帅，看来是同意啦。
谁说我没有爸爸？这就是我的爸爸，长得又高又帅又温柔。你撒谎！你们明明那么生疏，他才不是你爸爸呢！撒谎鼻子会变长，你是坏孩子，你就是野种！我才不是野种，我有爸爸！干什么？你个小杂种！我即便对他妈和前夫再不满，也和他没关系。他只是个孩子。男子汉可是不能掉眼泪了，坚强一点。来，我就是他的爸爸。哟，还真是呢。不过有爸爸又怎么样？瞧你全身上下的假名牌，站出来也不嫌丢人。一个穷鬼生下的野种，也不就是穷鬼吗？不像我们家宝贝，生下来就是要当继承人的。哈，我家可是龙川有名的周氏，以后幼儿园的小朋友长大了都要给我打工。你家这穷小子，给我家宝贝擦鞋都不配。我才不是穷小子，我以后也当霸总，我有黑卡。看来我这前妻没给孩子少看霸总小说。还黑卡？是你妈那存款不到200块钱的破营养卡吧？周氏是吧？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们公司破产？哎呀，我好怕呀！一个穷屌丝在这演戏呢，识相的现在跪下。我勉强可以看在他和我家宝贝是幼儿园同学的份上，给你一份保安的工作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别在这，让龙川的周氏3秒破产。我劝你不要口出狂言，除了顾氏，没有哪个集团敢骑在我的头上。妈，看新闻。股市动荡，周氏集团3秒破产，100亿家产荡然无存。您到底是谁？您到底是谁？你们不是除了顾氏谁也不怕吗？你们以后再敢对我儿子出言不逊，就不只是破产这么简单了。顾总，我错了，求求你收手，我们周家不能破产呀！这就是你们欺负人的下场。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，我让我家儿子长大以后干顾氏做保安都行。哭就可以解决一切吗？这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我们走。顾总，爹，你是我的亲爹。现在就开始认爹了。帅叔叔，你刚才承认是我弟弟。哎，小孩，你刚才可是求我帮忙的。我只是权宜之计，以后要是有人欺负你，你可要告诉你妈妈，知道吗？帅叔叔，你当我弟弟吧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你和我妈咪在一起，既能保护我，也能保护妈咪。可你不是有爸爸吗？马上就没了。看来这小孩是随了妈，也这么朝三暮四。帅叔叔好不好嘛？白得一个可爱儿子，你和我妈咪在一起，就是人生的大赢家哟。不行，就因为你，我头上的绿帽才摘不掉。为什么？你看完我貌美如花的妈咪，你肯定愿意。安安，又跑哪里去了？喂，顾总，海外集团出了些状况，需要我现在向您汇报。好，我马上到。小孩，叔叔还有事要忙，不能在这儿陪你了。帅叔叔，等一下，帅叔叔能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吗？不给就不能走。反正我和他妈妈都离婚了，给个电话影响不了什么。可以，如果没有人来接你，就给叔叔打电话。这是叔叔的名片，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。你在这里乖乖等妈妈。谢谢叔叔，太好了，叔叔也辛苦，以后你就是我安安认定的爸爸喽！耶耶耶耶！安安，你怎么跑到了这里？妈咪，我有好消息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？这么神秘？妈咪，我拿到了帅叔叔的电话号码，你快打。这是顾总的，他怎么出现在这里？臭小子，妈咪求求你，能不能别招惹我老板了？你再胡闹，妈咪要是丢了工作，可赚不了钱请你和 AD 干奶了。什么老板不老板的，遇见好男人，妈咪能不能勇敢追？安安有相随，妈咪快打吧，告诉他你就是我的妈咪。你可是突然给老板打电话，很冒昧啊！哼，妈咪，你不打我就不洗澡，
我把自己给臭死。那妈咪要是打了，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洗澡，能不能做到？能。希望老板不要怪罪我。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。李特助，这个项目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务必拿下。我打了，没打通。天意呀！不要，再打！顾安，老娘今天刚离婚，你别惹我，罚你今天晚上吃金枪加洗澡。欺负未来的牵一发走，换了你会后悔的啊！大家早上好，我带了几杯咖啡，大家一起喝。奇怪，大家怎么都怪怪的？艾瑞，这是你最爱的美式。不用了，我可不敢喝。到底怎么了？还装呢？大家都知道你跟老板睡了，这是造谣，谁说的？你前天和老板衣服都没换，还坐老板车来的公司，你说没睡，谁信？前天是因为老板喝多了叫我去照顾，这是我身为助理的职责。哟，怎么不叫李特助照顾呀？老板喝醉了知道什么？一定是你主动勾引。对呀，这边跟老板暗通款曲，那边老公孩子接下班。阮静，你不要太幸福哦。老公？什么老公？这孩子确实是我的，但是你们看到的人不是我老公，是我朋友。阮静，你勾搭男人的本事还真是了不得呀！不是老公还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卿卿我我呢。是呀，你是怎么做到同时迷惑住这么多男人的呀？啊，阮静，你教教我们呗。谁卿卿我我了？说话要讲究真凭实据。阮静，大家都亲眼看到的事儿，你就别不承认了吧。我没做过的事情，为什么要承认？哎呀，我这个人最见不惯朝三暮四的贱人。不好意思了。你们在这里吵什么？在这吵什么？李特助，你是不知道我们阮助理玩的有多花，一边勾引顾总，另一面还带着亲儿子跟男人鬼混呢。这些事你们怎么知道？有照片啊！李特助，我们公司不会允许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存在吧？你胡说！我要找律师告你。你告啊，看是你先告了我们，还是顾总先开了你。上班时间不认真工作，在这里传老板闲话，我看你们是不想干了是吧？还不赶紧回到座位上去。是。阮静，你先上班，有什么事情下班再说。是。顾总，阮助理被造谣说他勾引你，还在外面和其他的人鬼混。放肆！敢在公司里传这种闲话，据说是亲眼所见。阮静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比你们都清楚。那您看要不要帮阮助理澄清一下？阮静作为一个成年人，应该懂得怎么保护自己，这些事情应该不用我来教你。是，那我就先出去了。等等，注意阮静的情绪，有不对劲，随时向我汇报。好的，顾总。老板真是口是心非，明明心里关心的不行，还要装作不在乎。阮静，顾总，我要辞职。是因为公司里的那些谣言？您知道了。公司里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？顾总，你放开我，一会儿被别人看到，又会传那些流言蜚语。那又如何？阮助理，我就是让你知道，我顾修林身边的人注定是要经得住外界的流言蜚语的。如果让外面那些人看到我们刚刚，又能如何？可是我不喜欢那些不好听的八卦围绕在我身边。您知道就应该做解释。顾总，
我想辞职。看来我刚才那些话都白说了。辞职，我不同意。为什么？你努力工作多年，好不容易当上了总裁助理，难道甘心因为几句话就当逃兵吗？我不甘心，可是没有人相信我。所以你就想要辞职逃避？阮助理，这就是你处理问题的方式，因为别人的愚蠢而选择自己背锅。我给你半小时，李特助任你指挥，务必要揪出那个在背后传播谣言的人，不要影响工作。看来是我想多了，顾总是想让我知道欲戴皇冠必受其重吗？顾总，您是在帮我吗？我只是不想那么频繁地更换助理。我现在就去。顾总，您相信我吗？当然相信。谢谢。顾总，你找我？让技术部门配合软禁调查，一定要揪出那个在背后传播谣言的人。是。老板对阮助理终究是不一样的。这一巴掌打你污蔑同事、捏造事实。阮姐，你凭什么打我？这一巴掌打你扰乱公司秩序、目无法纪。你，这一巴掌是为我自己而打，也为所有女性而打。雪崩塌的时候，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。你公然造我的黄谣，没有告你诽谤，算是轻的了。看来这阮助理可是一只小野猫啊，有2把刷子。你说我捏造，我有证据，这些都是。我不会在子虚乌有的事情上面花时间证明。至于你拍的那些照片有没有找角度 P 图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我都是从外人手里拿的。技术部门已经调查清楚，是你在公司门口偷偷找角度拍照，监控为证。你污蔑同事和老板，要么道歉，要么自己主动辞职。是我造的谣有污蔑，你跟我同级，你凭什么开我？我身为顾氏的员工，当然是老板给的底气。顾总不会允许顾氏存在品性不端的员工，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员工受到诬陷。说得好。坏了，我刚刚说的话，顾总不会听到了吧？阮助理说的对，顾氏做事向来光明磊落，我不会允许我手下的任何一个员工被人诬陷造谣。他不仅听到了，还没有怪我。我听说有人好奇我跟阮助理的关系，我现在就站在这里，有谁好奇的，直接当面来问。既然没有人敢问，那我希望以后也不要有人再问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至于你被开除了，其他起哄的同事全部降薪。顾总，作风不端的明明是阮静。阮助理向来工作认真，私生活检点，倒是你偷拍别人不说，还敢对上级造谣抹黑，以后顾氏旗下的公司你都别想再进入了。顾总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。阮助理，我承认是我造谣，我对不起你，你帮帮我呀！你想原谅他吗？我不是圣母，做错事情就应该受到惩罚。不错，这4位才是我顾秀玲的左膀右臂。顾总，我求求你了，顾总，求求你了，顾总。李特助，叫保洁把这里打扫干净，把这个人跟垃圾一起扫出去。好的，顾总。顾总，保安，把他丢出去。顾总，我知道错了，顾总。阮助理，顾总这次可是专门为你来了这一趟的。顾总真是深明大义的好老板，我一定要好好工作，报答顾总。顾总找我去商场买了件女士衬衫，是为了阮助理吧？他刚被人泼了咖啡。让你去你就去，每次都那么多废话。顾总放心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这就给他送去。
那你还杵着干嘛？真的是，对阮助理就是轻声细语，对我就是重拳出击，人跟人还真的是没法比呀。还不快去！李特助，顾总有什么指示吗？有哦。阮助理，赶紧把你身上这个脏衬衫换掉吧。谢谢李特助。都是顾总安排的，我可不敢鞠躬。没想到顾总连这些细节都注意到啊！赶紧换吧。什么？确定是小静儿出轨了？怎么会这样？伯母，慢点，您身体还没有康复呢。小静是我看着长大的女孩，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。伯母，人心隔肚皮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既然修林执意要离婚，希望他以后不要后悔。修林哥哥要离婚，那总裁夫人的位置非我莫属。伯母，要不这样，我回国帮您了解一下具体情况，万一他们只是误会呢？对，那你赶紧回国一趟。我们这次出差要好几天，你家里都安排好了吗？谢谢顾总关心，已经安排好了。那就好。顾总，您和夫人怎么样了？已经在走离婚程序了。看来我和顾总同病相怜啊！顾总现在内心一定很悲伤，寄情于工作。顾总，这次的合作还麻烦您给个明确的结果。具体什么结果还要看顾氏对你们公司的评估，不是我一句话就能定的。事在人为，顾总的意思我懂。滚开！这就是你们公司合作的诚意，找个姑娘陪，就以为合作能完成得了吗？顾总，您别生气，这不是光谈工作，怕您太无聊，给您找点乐子嘛。我需要对你们公司全面的评估，而不是用这种肮脏手段来换取利益。对送上门的女人都能做到如此淡定，不愧是顾总。顾总，您说的是，装什么装？没有哪个男人能拒绝美女，我就不信拿不下你。顾总，喝酒总可以吧？顾总，我敬你一杯，向您道歉。我不希望这种事情再次发生。一定不会。来，大家一起敬顾总。等你喝下这杯酒，和美女睡上一觉，你就不会这么说了。顾总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人家都等你好久了。来，这么好的夜晚，我来让你快活快活。给我滚！别逞强了，顾总，你今晚喝的酒里可下了不少好东西。下给我下东西？你软硬不吃，可不得下点。敢动我，有你们好果子吃！顾总，不发泄出来是会生病的，我来帮你。再说最后一次，给我滚！顾总，你还好吗？你在顾总房间想干什么？哟，护自己男人呢？我说怎么看不上我，原来旁边有个更好看的，切，没意思。顾总，你身上好痛，你没事吧？顾总，到底怎么了？他们在我的酒里下了药。我们赶紧去医院，走。不用，我去浴室。好，走。顾总，顾总都这样了，还能这么绅士，真不明白顾夫人为什么会想不开出轨。
顾总，初中，我去给你放水。顾总，你清醒一点。平时穿着西服看不出来，没想到顾总身材这么好。顾总，我不是故意的，给吃饭。软助理好香啊！为什么我会对软助理有冲动？难道我是禽兽？软助理，你喷的什么香水？我没喷香水啊，可能是外套有什么味道，我赶紧脱掉。不死人当着一个男人的面脱衣服。顾总是被吓到才会这样，冉姐，现在就是考验你职业素质的时候。顾总，你这里起疹子了。打电话谢谢。哎，阮助理，帮忙，帮我给顾总胸口上药。我不太合适吧？我这2只手没空闲，只能你来了。别客气，快点。哦。好了。奇怪，一般女人都靠近不了顾总，但阮助理，你可以。顾总，这次下药的事情您准备怎么处理？已经安排李特助去办了，有关人员一个都跑不掉，他们等到破产吧。就该这样，让他们知道伤害您的下场。看来阮助理是在为顾总打抱不平喽。哎，顾总，你过敏没事了吧？没事，今天这块地皮要考察一下，如果合适，顾氏就会出资买下。好的，顾总。谢谢，顾总，我去那边看一下，这样节省时间。哎，如果能买下来，可以做一个野外山庄，吸引高端人士。小姑娘长那么漂亮，让你个玩玩啊！我警告你们别过来，不然我报警了。报警？哟，还是个小辣椒啊！尝尝怎么了？尝尝不就知道了。还敢报警？是不是给你脸了？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，还是先低头。我给你们钱，我求求你们放了我。哥几个可不差钱，要不你等我们玩玩，我们给你钱的。这笔买卖很划算呀！啊，你又不是出力，还能快活一晚上，哥几个还给你一把钞票。你们这是犯罪，你们就不怕进监狱吗？巧了，哥几个今上午刚从那儿出来，怎么着？你还想把我们再弄进去啊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们放了我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这荒郊野岭的，发生点什么也没人知道。是你拖还是我们帮你拖呀？谁呀？是你拖还是我们带？
会儿。哎呦，我操！我看看呀，我看谁敢动他！小子，趁你说话的事，哥几个好不容易开次婚，你要么加入，要么滚蛋！我的人你们也敢动？我看你们是活腻歪了！你的人，我来揍他！我操！这个家伙，我不操啊！不走，小心啊！小子，你给我等着点，你自己等着。阮静，阮静，你还好吗？谢谢顾总关心，我没事。能起来吗？嗯，来，慢点。啊！你受伤了？我没事，就是小腿有点擦伤。来。让我看看。顾总，这不合适。你是怕我？没有。阮静，我只是想关心你。顾总，您说的关心是哪种关心？当然是上司对下属的关心了。原来是这样。啊，有点疼，你忍着点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。与顾总无关，是我自己自作主张要离开。顾总已经对我够好的了。你真的觉得我好？您是我见过最好的上司。只是上司。也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好人。我为什么逼问他这个？我是怎么了？啊！你现在走不了，我抱你吧。不用不用，我自己能走。差点丢蛋了。你走一步摔一步在我怀里，咱们这样天黑都到不了。来。顾总，这样被别人看到不合适，会误会的。有谁敢说，就开了他。顾总，难道您对每个员工都这么好吗？有的说了，我是个好上司。顾总明明都说是上司对下属，我低落什么？都是安安，整天被他念叨，将老板给洗脑了。阮助理这是怎么了？路上遇到几个流氓，幸亏顾总及时赶到，但是小腿不小心受伤了。伤得还挺严重，没想到阮助理竟然还会包扎，看来手法还挺不错的，一看就是个细心的女孩子。这是顾总帮忙包的。顾总，我的意思是说，顾总心思缜密，上能驰骋商场，下能处理生活琐事，不愧是年纪轻轻就身家万亿的商业巨头啊！孙医生，会说你就多说点。那个阮助理能够得到顾总的关心，那简直就是几世修来的福分，不一般呐！啊，孙医生说笑了，顾总对员工一直都很好。我看还是先处理伤口吧。孙医生，你轻点，他怕疼。我跟你说啊，顾总平日里连几个亿的订单都不为所动，今天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这么着急。看来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喽。我只是很少招到让我满意的助理，关心一下吧。好了，阮助理，你是不是发烧了？
你怎么会发烧啊？有可能是受伤或者是惊吓过度导致的吧。我送你去医院，马上召集医疗团队。咦，发烧而已，又不是绝症。哎呦，开点药吃了就好了。看来顾总确实很着急嘛。谢谢孙医生。要谢就谢顾总吧，我做顾总私人医生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有给除了顾总之外的人看过病嘛。孙医生，你今天的话很多啊。哎呀，今天的话确实有点多，我得赶紧走了。看来有人要破功喽。明明是你让我多说点的。慢一点。你发烧了，不能吃刺激的，我给你准备了粥。来，顾总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你受伤了，还是我来喂你吧。我是腿受伤了，又不是手受伤。再说了，哪有老板照顾员工的？你好的更快，上岗更快，还是我来喂你吧。虽然我要离婚了，但离婚证还没领，我和顾总这样合适吗？阮静发烧的样子红扑扑的，真可爱。我在想什么？人家生着病呢。明明以前妈咪出差的时候呢，总会有电话过来，她不会看上外面的小孩子了吧？不会的，你妈咪呀，应该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啊。楚叔叔，我们给妈咪打个电话吧。我帮你拿。楚亮，是她丈夫吗？哎，手机没电，自动关机了。顾总，可能是家里人打来的，方便借您的手机我回个电话吗？谢谢。谁啊？是我。你电话打不通，急死我和安安了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手机没电了，我这2天工作比较忙，明天就回来了。妈咪，我想你。我也想你。他这是在和谁撒娇吗？妈咪，你在用帅老板手机打电话吗？先不说了，回来细聊，拜拜。谢谢顾总。你那消失很久的老公已经有消息了。难道是我打电话时间太长，惹顾总生气了吗？这男人的号码真晦气，还是删了干净。顾总，打扰你这么久，您要不先回去休息吧？我自己你休息吧。可以。顾总，出来辛苦。这是孙医生给你开的药，回去继续吃，等到彻底痊愈了才能停药。谢谢顾总。生病？顾总和阮助理出差，发生了好多事啊。你家住在哪里？让李特助送你回去。真的不用了，顾总。冉助理，你就别客气了，我们老板最体育下属。真的不用了，谢谢顾总，一会儿会有人来接我。难道是他那个失踪很久的老公？李特助，我们走。顾总，你这怎么了？他都有人来接了，我们凑什么热闹？什么情况？顾总竟然吃醋了。妈咪，我想死你了。妈咪，我想死你了。妈咪也想你，这几天在家有没有好好听话？放心吧，妈咪，我一掏出黑卡，楚叔叔就什么都听我的。楚亮，你多大人了，还要小孩养？你刚回来，肯定饿坏了，咱们吃饭去。走吧。妈咪，帅老板呢？你们俩没有一起回来吗？老板很忙的，已经回去工作了。那怎么行？你们俩天天忙着，都没有时间约会。顾安安，我再说一遍，妈咪和老板是不可能的。我要给帅叔叔打电话。不行。楚叔叔，你上次说想吃大龙虾。
少爷，给您。帅叔叔，是我，你有没有时间和我妈咪约会？我没有时间。怎么了，顾总？是奸夫的儿子打来的电话，他妈出轨，他怎么还想让我跟他妈约会？有可能是后悔签了离婚协议，想利用孩子破镜重圆。背叛了我，还想肖想顾家，休想！看吧，我就说了不行。我不信，我这么聪明可爱，肯定有办法撮合你们。我一定要让妈咪和帅叔叔在一起。顾总，这是龙川山庄的设计图纸，请您过目。设计的想法不错，不过这里你看需要调整一下。看得清吗？过来。哦。星星哥哥，我回来了，我先去修改一下。修林哥哥，他是我的助理，你怎么突然回国了？助理，一般都是妖艳贱货，他肯定想勾引修林哥哥。哦，是顾伯母让我回来帮你的，主要是我也想我的修林哥哥了呀。我这不需要帮忙，你回去吧。修林哥哥，我这么大老远过来，你就这么对我？难道你忘了我们小的时候一起玩过家家？你还说长大以后要娶我呢。忘了，而且我从来没玩过家家。我还有事儿，你自便吧。我既然回来了，就没有那么轻易回去。501，这应该就是修林哥哥老婆的家。来啦！来啦！别！楚亮，你去开一下门啊！啊，等我一下啊。你是哪位？你好，我是……你们俩快洗手吃饭了。好的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敲错门了，实在抱歉。果然是真的，太好了，修林哥哥是我的了。伯母，我了解清楚了，既然是真的，我亲眼所见。毕竟是我们顾家亏待了他，我不会怪他，他只要幸福就好。伯母，你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修林哥的打击很大，我想留在这里陪陪他。那这样最好不过了，有你在他身边，我就放心了。伯母，你也知道我从小就喜欢修林哥，我愿意为了我们的爱情而努力。好，可可，那伯母明天就安排你进顾氏，你和修林好好培养感情。伯母放心。没有爹地就自己找爹地，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。妈咪，你的幸福有安安来帮你。喂，哪位？帅叔叔，是我出来玩迷路了，你能不能来救我？你妈呢？她怎么没管你？我一个人偷跑出来，不能让妈咪知道。叔叔现在还有工作要忙，我帮你打电话给警察叔叔。帅叔叔，你来嘛，我好久都没见到你了。帅叔叔，我好想你呀。算了，就算他妈对不起我，但他只是个孩子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游乐园门口。你站在那里不要动，我马上过来。好的，叔叔，我哪也不去，我就在这里等你。顾安安，你不在家里好好待着，又跑去了哪里？妈咪，我在游乐园迷路了，你快来救我。顾安安，撒谎也要打草稿，你去游乐园哪回迷过路？好吧，妈咪，是我在游乐园给你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。什么惊喜？
等你来就知道了。等你哦，妈咪，你就等着迎接新老公吧。帅叔叔，你终于来了。走，我送你回家。怎么能刚来就走呢？我们还没完呢。叔叔还有工作要忙，今天可能没时间陪你。我妈咪待会儿也来，你不想见见她吗？他妈妈也来，正好离婚协议都签好了，有些后续可以谈。好，那我们去玩吧。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小朋友有眼光啊，这可是我们这里最受欢迎的奖品，快让你爸爸套给你吧。我不是他。 20块钱实测啊！帅哥穿这么好，想必身手也不会差。加油！哎，差一点啊！加油！啊！加油！加油！快中了啊！快中了！加油！小朋友，你爸爸也不行啊！我不许你说我爸爸不行！ 支付宝到账20万元，10万次，我就不信你套不中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超能力吗？叔叔真帅！老天爷，20万，这条街上的摊都能买下来了。不用套了，这儿所有的东西你随便挑。少废话，全拿来。叔叔，我肚子疼，我快憋不住了，你在这里等我。哎，这孩子也不知道带没带纸。顾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和我老婆儿子在这玩。小朋友呢？他去上厕所了。你呢？我儿子也在这儿玩。嗯，他人呢？打电话让我过来，自己不知道跑去了哪里。哎，帅哥，你还套吗？ 不用了，那你充的钱就当充卡吧。以后等到孩子来玩的时候给他用吧。好嘞。顾总对孩子真好，就算夫人出轨，他还是那么善良。顾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妈咪，我和楚叔叔先走了，你要帅老板好好玩哟。顾安安，我能不能有帅爹地就靠你了，妈咪，你要加油哟。 喂，帅叔叔，有人来接我了，我不能和你一起玩了。是你妈咪吗？是的，今天周日，帅叔叔要在游乐园好好玩哟。好，回家注意安全。叔叔再见，么么哒。安安最喜欢吃棉花糖，要不给她买一个带回去？想吃？什么？ 哟，帅哥，给你女朋友买一个吧，我这可是最后一个喽。老板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来，您拿好。还说不是？我知道年轻人刚谈恋爱都害羞。谢谢顾总，让您破费了。不客气，快吃吧。老板花钱买的，我怎么能先吃？我可不做老板夹菜我转桌的事儿。您先吃。 不喜欢？没有。那你吃。那怎么行？您是老板，您先吃。一个棉花糖而已。还是我先吃吧，正好拉近和阮静的距离。我是不是太矫情了？要不还是我先吃吧。妈咪好给力呀！看来用不了多久，我就有帅呆弟了。太尴尬了，竟然和老板同时对棉花糖下嘴。阮静脸都红了，真可爱。顾总，棉花糖有点干，您一定口渴了吧？我去给咱买瓶水。等等。
你在这里待着，我去买。顾安安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乖乖回去，快跟我回家！妈咪还没到我离开的时候呢。那你想什么时候回去啊？等你把双手熟掉到手了，我自然就会回家的。老板他不喜欢我，那我就告诉酸鼠婆，你喜欢他也行呀。顾安，你敢！妈咪，你看，双鼠说来啦。在找什么？来，不能让老板发现顾安安。顾安安嘴巴没把门，到时候社死，我只能辞职了。我刚订好餐厅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。好啊。看看想吃什么？顾总，您来点就好，我不挑食。那就招牌菜多上一份，不过在家。这家餐厅还不错，我经常来。是。先生、女士，请慢用。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是菜太好吃了，我太激动了。别激动，想吃多少都有。你胃口还挺大的。我吃得快，已经差不多饱了。服务员，上个双人份。好丢脸啊！老板不会嫌弃我吃的多吧？嘿嘿，妈咪是误会成大胃王呢。来，多吃点，故事还是养得起你的。你也吃。吃饱了？谢谢老板，饱了。走吧。妈咪的幸福还是要靠我出手呀。楚叔叔啊，快来珊瑚饭店接我，我用黑卡给你买 PS5哟。老天，谁来救救我？他尴尬的样子也很可爱。谢谢顾总，没事。走吧，送你回家。顾总，我到家了。奇怪，阮静和我老婆住的小区一模一样。南静，你也住在滨田小区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我夫人也在这里住。你住在哪一栋啊？妈，怎么了？你这次要离婚，妈也不拦你，可你一个人在国内也需要人照顾。我看可可这姑娘就不错。妈，你就别操心了，我自己一个人挺好的，而且我也不需要任何人照顾。你呀，总是这么逞强。可可这孩子对你可是用情至深，这些年一直陪着我，她一定能照顾好你的。妈，您别说了，感情的事情不能勉强，我不会让6年前的事情再重蹈覆辙的。你不要再劝我了。6年前啊，是妈不对，所以这次让可可回国，就是给你时间培养感情。等你们感情培养的差不多了，再结。妈，我现在还没离婚呢，我先忙了。1、2、3，闭眼，想象自己在一个舒适又安全的空间，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？一个女人牵着我的手，
他在对我笑。看来治疗有效果，看清楚那个女人的脸了吗？你拍一，我拍一。哎，我听安说你今天跟老板在公园约会，什么情况？哪有什么情况？我是被骗过去的。那安说你俩抱一起了？晚安，你今天偷跑出去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妈咪，我是在为你的爱情保驾护航。这不还是有收获吗？那我和安以后可以多帮你制造点这种惊喜啊！你们两个不要搞了，把我工作搞没了。我和国安去喝西北风嘛。不，不会的，邵叔叔那么喜欢你，只会让你当老板娘。顾安小朋友，你才5岁，你懂什么叫喜欢吗？我懂，喜欢就是虽然你长大了，但是老板还是喜欢给你买小朋友才喜欢吃的棉花糖。顾安，你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至理名言，叔叔给你点赞。一般一般，世界第3。哎呦，你们不要再说了。那我问你，你喜不喜欢他？我不知道。那我这样问，那你今天跟他在一块儿开不开心？说实话，很开心。那不就得了？这就叫喜欢。庄小姐，以后你就在这里办公。这里离秀林哥太远了，我要坐那里。那是阮助理的位置，除非有顾总的吩咐，否则其他人不能坐在那里。顾总的贴身助理阮静。对，我知道了，你走吧。秀林哥，我来帮你吧。阮助理，把这份文件复印10份，分发给公司的各位高管。还有，以后我的东西只准你经手，某些人不准碰。好的，顾总。阮静，一看就是骚狐狸，你敢和我抢男人？阮静，你还知道自己是个助理吧？钟小姐不妨有话直说。我才是顾老太太钦定的儿媳妇，我劝你不要妄想嫁进顾家，不然的话没有好果子吃。钟小姐也说了，我只是个助理，又怎么会瞎想这事儿呢？身为顾氏的员工，我向来在其位谋其职，顾总可从来不养闲人。你敢讽刺我？钟小姐有这功夫，还不如提升一下业务能力，而不是在楼道堵人，影响我的工作。阮静，你别装，你敢说你不想嫁进豪门？豪门我又不是没嫁过，至于你说的顾家，我根本就没兴趣。老天保佑，刚才的话顾总没有听到，拜托拜托。顾总，阮静，钟可可是我妈硬塞进公司的人，如果她有影响到你的工作，那我立刻开了她。没有，钟小姐人很好，没有影响。那就好。今晚的宴会礼服到了，晚宴开始之前，就麻烦阮助理帮我熨烫一下。好的，顾总。吓死我了，还好没听见，不然被直接开的肯定是我。阮静看不上顾家，看来我这个10大杰出青年还得更努力才行。阮静，敢在我面前装白莲花，那这份工作就别想要。阮助理，你快去看看，出大事了！阮助理，你看，
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刚一进门他就这样了。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不能让顾总穿着有破痕的礼服参加宴会。阮助理，你待会儿可要为我作证了，这不是我干的。现在不是推卸责任的时候，你快想想这件礼服怎么办吧。完了，阮助理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我不想丢了这份工作。有了，幸好我有随身携带一些顾总的领带、胸针和袖扣，就怕发生这种情况。阮助理，你也太聪明了吧，简直就是我的救星啊！这套礼服可是由世界级大师设计的，在这里放枚胸针，简直就是画蛇添足。秀林哥，我来帮你摘掉它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难道这西服有什么问题？怕秀林哥知道？顾总，对不起，礼服的胸口不知道为什么破了，这枚胸针是因为要遮挡才放上去的。顾总，你看。阮助理，这里汇集了多少名流豪门，穿这样的西服简直是丢顾家的脸。你身为修林哥的贴身助理，连这种小事都办不好，还是让给别人来做吧。修林哥，你觉得呢？其实不怪阮助理，这件衣服不知道是被谁给剪坏的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完了，我不会被开了吧？修林哥，你这是……我倒是觉得阮助理的这件事情处理得非常巧妙，我没有看错人。阮静，来帮我把胸针戴上吧。好的，顾总。修林哥，处置员工是我自己的事，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你只是一个助理职位，他们跟你平起平坐。哇，阮助理跟总裁也太登对了吧！幸好顾总包容大度，躲过一劫。阮静，这次有修林哥护着你，待会儿可就没那么好运了。你好，是钟小姐吗？这是你买的药。知道了，你快走吧。阮静，等你屎拉裤子里，我看哪个男人还敢护着你。失陪一下。修林哥喜欢你又怎么样？谁也别想阻挡我嫁进顾家。多亏了你啊，失陪一下。好，你忙，你忙。哎，等等，顾总，怎么了？来，换一杯给你。这杯酒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顾总，刚才的事情谢谢你。你是说西服的事儿，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。要不是你想出的主意，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礼服穿呢。您言重了，这只是我的本职工作。阮助理，酒好喝吗？还不错，配得上宴会的档次。药效快起来了，阮静，我要让你丢脸。你站了这么久，也渴了吧？来，喝点东西。谢谢修林哥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怎么样，好喝吗？怎么感觉顾总不怀好意？修林哥给的，当然好喝啦。
哎呦我去，这屁可真够响的！这味简直是生化武器呀、臭死了！把他赶出去，别脏了这环境。不是我放的，不是我放的！别不承认了，你那个屁那么响，聋子都以为是打雷了。阿姨，求求你别放了，我害怕。顾总，原来您刚才不让我喝那杯酒是这个原因。那杯酒被钟可可下药了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大概是因为嫉妒吧。我有什么好嫉妒的？因为你和我的关系，在他的眼里不一般。那他真是多虑了。可是我已经帮你报仇了，我们的关系本来就不是他能比的。顾总，您什么时候变这么幼稚了？我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。顾总，您怎么知道是钟可可下的药？顾总，已经查清楚了，您的礼服是钟小姐剪破的，钟小姐刚才还购买了泻药，应该是打算下给阮助理。钟可可是我妈派来的人，不好让她太丢脸。顾总，您打算怎么做？小小惩戒一下就好。阮静那个贱女人，一定都是她搞的，害得我今天这么丢脸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再不来不。现在这么快就结束了，不然呢？整个宴会厅一股子屁味。宴会结束了，那秀林哥岂不是要走了？秀林哥，等等我！什么事儿？秀林哥，我腿软，走不动路了，你能不能送我一程？不能。可是我还肚子疼，秀林哥，我会倒在路上的。我的车上坐不下。钟可可毕竟和老板母亲关系不一般，不好丢下她一个人。钟小姐，你坐顾总的车走，我自己打车回吧。好。自己打车去医院。秀林哥，程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这辆劳斯莱斯是顾总刚换的，你要是拉在车上的话，那顾总又要换新车了。阮助理，上车吧。钟可可在宴会上都给你下药了，你为什么还愿意帮她？我只是觉得钟小姐和您母亲关系匪浅，把她一个人丢在那里不太好。她不重要，以后你不要让她。好的，顾总。顾总让人好有安全感啊。顾总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阮小姐你好，我是胡律师，打电话过来是提醒您1个月的时间快到了，到时别忘了去民政局领离婚证。知道了，我不会忘的。阮助理，你和你老公怎么样了？顾总对我这么好，还是跟他说实话吧。我和他已经在走离婚程序了。太好了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会难过吗？难过倒谈不上，我们之间没什么感情，能好聚好散也挺好的。顾总呢？您和夫人感情怎么样了？我也是，在走离婚程序了。没想到顾总和我一样，那祝顾总下一段感情可以顺顺利利，长长久久。你也是。那我和顾总，那我和阮助理岂不是有可能了？顾总，您的新装已经到好挂在衣帽间了。如果您没有别的事，我就先走了。
李特助不在，你怎么走？我可以打车。这外面已经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回去我不放心。你今天就在这里住一晚。顾总，这不合适。我住2楼，1楼有很多客房，你随便挑一间。是很晚了，别墅区也很难打到车，要不住一晚得了。顾总住2楼，又不会下来。顾总，我没有带换洗的衣服，您这儿有女士睡衣，借我穿一晚吧。阮助理，这就开始考验我了，这种问题可不能马虎作答。我的房子从不留宿女性，你是第一个。怎么办？我不能穿着脏衣服睡觉啊。如果你实在需要，可以去我的衣帽间挑选一件自己喜欢的衬衫，当做睡衣穿。谢谢顾总。真有女主人的样子。顾总，顾总，什么顾总？老衲梦遗。顾总，这是怎么了？顾总，你要去哪里？我随风而来，随风而去。顾总，这是梦游了。听说梦游的人是不能被轻易叫醒的。不要走！别走！别走！别走！顾总，顾总到底经历了什么？看来顾总心里一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我还是陪着他，万一他又梦游了，很危险。第2次，这是第2次睡到了天亮。原来我能睡到天亮，都是因为他在。免得顾总尴尬，得趁他醒来之前赶紧离开，不然被误会就糟了。衣服应该洗好了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夫人。哦，您认错人了，我不是夫人。夫人，您就别逗我了。先生这别墅哪里见过别的女人？您一定就是夫人，何况您还穿着先生的衣服呢。完了，解释不清了。早知道就穿脏衣服凑合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您听我说。张妈，你是光长年龄不长脑子是吧？你从哪儿看出来她是顾夫人？不是吗？当然不是，她只是修林哥的一个小助理，我才是未来的顾夫人。他说的没错，我只是顾总的助理，我叫阮静，我昨天临时住在这里，就借顾总的衣服穿一穿，没想到让你误会了，真不好意思。没关系，是我眼拙了。
又装上了。我看你穿修林哥的衣服，分明就是想勾引他。可惜啊，修林哥根本就不吃这套。你快把修林哥的衣服还回来！钟小姐，稍等，我现在就去换。连谁是夫人都分辨不出，你到底会不会当保姆？干脆辞职算了。张妈，该给顾总准备午饭了吧？对，再不准备就来不及了。哼，今天就饶你这一回。张妈，刚才钟小姐说的话，您不要介意。您在顾家待了这么多年，顾总是好人，他不会不要你的。谢谢你啊，姑娘。刚才被骂，连先生的咖啡都没来得及送。您就安心做午饭，咖啡我帮您送。谢谢。任静真是个好姑娘，要是她能当夫人就好了。顾总身材真好，哪个女孩把持得住？来给我送咖啡。对，是张妈叫我送过来的。昨晚睡得还好吧？谢谢顾总关心，昨晚睡得很香。没想到阮助理嘴硬心软的样子还挺可爱的。修林哥，打扰我和阮助理培养感情。哇，修林哥，你身材真的好好啊！你练这肌肉一定花了不少时间吧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伯母给我的密码呀。你不知道没有经过别人允许是不准擅闯吗？修林哥，凭什么这个女人就能在你家里过夜？你怎么能和她比？就凭她是你的助理，就可以在别墅里为所欲为了吗？刚刚她还在张妈面前冒认自己是顾夫人呢。真的吗，阮静？对不起，顾总，是张妈认错，我还没来得及解释。张妈是有些眼光在身上的。你还敢狡辩？你敢说你穿修林哥的衣服不是为了勾引他？修林哥，这种女人能是什么好货？我顾氏集团的员工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，还不快滚！修林哥，你别赶我走，伯母让我回来就是为了照顾你的。我不需要。顾总再不喜欢钟可可，她也是顾老夫人钦定的儿媳妇，他们才是注定要结婚的人。顾总，我先回去了。阮静，你去哪儿？顾总，打扰您这么久，我该回去了。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顾总，您迟早要和钟小姐结婚，送我太不合适。谁跟你说我要跟钟可可结婚的？不是吗？当然不是。可是老夫人已经同意了。没错，我们的婚事可是你妈亲自定下的。我妈老糊涂而已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绝不可能娶你。修林哥，你是想娶她吗？我哪里比不上她？她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贫穷女。放肆！谁允许你这么说的？修林哥，伯母是不会允许你娶这个女人的。我要娶谁，还轮不到别人来替我做主。我要打电话告诉伯母。尽管去。顾总，您要去追吗？不用管他，任静，我妈是管不了我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什么意思？顾总是想和我告白吗？喂，阮静，你快来医院，安安住院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昨晚睡觉前还好好的，今早起来就不对劲。我马上过来。顾总，我儿子生病了，我得赶紧去医院。哎，
你别慌，我开车送你。你儿子没事吧？具体情况没说，昨晚还好，今天早上不对劲，就立马住院了。有可能是晚上没睡好着凉了，你不要太紧张。我真的很担心他。我认识国际的医疗团队，到时候看如果有需要，我马上跟你联系。谢谢你，顾总。你就不要跟我客气了，有专业团队做后盾，什么病都可以诊治，你就不要太担心了。看看一个小助理能有多大魅力，能让顾氏总裁连妈妈的话都不顾。找到了，34号宾馆。赶紧进去吧。34号被罚家属，快去前台缴费。我去缴费，你快去看孩子。妈妈来晚了。不晚，这才刚检查完。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医生只是说普通的感冒发烧，是我大惊小怪了。妈咪，我好得很，你不要担心。怪我没有照顾好安安，如果昨晚我在的话，安安也不会感冒。妈咪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咪了，我不许你自己怪自己。妈妈以后都陪着你，你快快好起来，好不好？妈咪很希望安安赶快好吗？那当然，全世界的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无病无灾。妈咪，我有一个办法可以帮你达成愿望。什么办法？你和帅叔叔结婚，我的病马上就好了。顾安安，我看你这病是装的吧？哎呦，我又开始晕了。你继续装。妈咪，我没有装，你就不能心疼我吗？心疼你和帅叔叔结婚是吗？也不是不可以，你有了老公，我有了 daddy。顾安，我看你是皮痒了吧？妈咪，我头又开始疼了，你摸摸看我是不是发烧了？也没有烧啊。那我怎么感觉浑身烫烫的，好难受呀？难道说是昨天晚上打游戏打到凌晨？好啊，安安，真气！楚叔叔，你竟然出卖我！我可没说要帮你保管秘密啊！你这1个月之内都不准再碰游戏了。妈咪，好累呀，我要睡着了。好了，你们娘俩玩吧，我有工作，先走了。楚亮，今天谢谢你，改天请你吃饭。你跟我还客气啥呀？有事记得打电话啊。妈咪，昨天晚上是不是你和帅叔叔在一起啊？妈咪是因为工作需要才住在老板家的。那刚才也是帅叔叔送你来的喽？老板还帮你交医药费了呢。帅叔叔真好呀，要是能当我 daddy， 那就更好了。老板马上就过来了。你要是再乱说话，你这1年再也别想打游戏了。那我直接消失好了。顾总，孩子怎么蒙着头啊？他累，喜欢蒙着被子睡觉。医生说没事儿，你不要太担心了。从昨晚到现在，顾总处处为我考虑，他到底心里对我是什么态度？顾总，您对我这么好，是因为我是您的手下吗？不是，因为你是阮静。顾总的意思是喜欢我，还是我想多了？顾总，你的意思是？你对孩子关爱有加，是负责任的好妈妈。你工作认真，能力又出色，你的每一个身份都兼顾得很好。阮静，我的眼里只看到了独一无二的你。太好了，帅叔叔和妈咪看来要在一起了。真是气死我了！阮静，你给我等着！这是宏远公司黄老板的资料，你快看看，
晚上和我一起去应酬。好的，地址在哪儿？龙川会所，到时候可别拉这个脸，搞砸了应酬，我们都完蛋。阮静，敢招惹我的修灵阁，就用你的身体偿还吧。黄老板，这位就是我跟您说过的阮静。黄老板好。婉小姐长得真漂亮，请坐。项目可可已经给我说过了，只要今天晚上把酒喝高兴了，什么都不是事儿。黄老板，我和阮静姐今天一定陪您喝个够。可可，快给阮小姐把酒倒上。看来黄老板对阮静姐很满意。当然满意。听说阮小姐你是顾总的贴身助理。感谢黄老板赏识，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顺利。来。怎么感觉没力气了？要笑起笑，身材这么发，你们顾总吃的可真好啊！你们居然给我下药了！阮静，黄老板很喜欢你，待会儿要好好伺候人家。你们会遭报应的。黄老板，那我就先出去了，您慢慢享用。小美人，你约我今天好好的欣赏欣赏你。放了我！放了你！告诉你，进了我房间的女人就别想出去。不能也不知道从哪找到油，我得好好的请教请教。住手！顾总，顾总，他都哭了。顾总，说，是哪只手动的他？顾总，我也没动他。敢肖想我的女人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？顾总，是钟可可，他是婉小姐身心的助理。顾总，你给我们和他老板玩，我才不给他呀！李特助，把钟可可找过来。是。你知道你伤害的是谁吗？我今天就让你付出代价。让宏远集团3秒破产。顾总，求求你饶我吧，我真不知道她是你的女人。她不只是我的女人，她还是我的心上人。顾总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让我破产，我快快的富足生活，就这日子会死人的呀！顾总，你该庆幸你还没来得及碰他，要不然你动他哪里，我砍你哪里。把他带出去，送去警局。不用，我不要去警局，我不要去警局。修林哥，他都已经脏了，你不能要他。我看脏的是你，竟然敢对他下药！谁让他跟我抢你的？我才是你未来老婆。我都已经跟你说了很多次了，我是不可能娶你的。听不明白就去医院看耳科。我母才不会让你娶一个被男人玷污了的野鸡！嘴里没有口德，李特助，用马桶水给他洗干净嘴巴，送去非洲。修林哥，放开我！冷静，冷静，是我，冷静，我来了，不要怕，有我在。安静，不怕了。有句话一直都憋在我的心里，但是一直找不到机会跟你讲。安静，我喜欢你，我的身边不能没有你。我也是。走，我们回家。
要不要再叫医生来看看？不用了，医生说再过几个小时药性就全退了。今天消化了吧？幸亏你及时赶到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幸好李特助机敏，一直注意的钟可可的动向。您这么对钟可可，我老夫人知道了，会不会找你麻烦？不用怕，我妈她也管不了我。等她了解你，她也会喜欢上你的。今天很晚了，要好好休息。走。我不走，我就在这里陪着你。安心睡吧。你害羞啊，小宝贝儿！不要碰我！早已经想了，不行了，对不对？你别过来！远近，远近，是我。顾总，做噩梦了。吓死我了！别怕，有我在，会过去的。顾总，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当然，我一直在这里。这也是老板的义务吗？不是，这是对于心上人的专属服务。远近，你等我，等我拿到离婚证，我们就堂堂正正的在一起。阮小姐，我的委托人已经到了，麻烦你尽快。胡律师放心，今天这个婚一定会离。顾总，顾总，远近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哦，我来离婚。好巧，我也是。你丈夫呢？律师说他已经到了，应该在里面吧？夫人呢？我律师说他也到了，我们进去吧。天哪，我们居然同天领离婚证，然后再在一起，太魔幻了。阮静，安安，你接走了吗？没有啊，今天不是说好你帮我接吗？可我在学校门口等到现在也没人影啊，打探手表没人接。老师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吗？问了，说早就走了。安安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从不会在没通知我的情况下乱跑。阮静，安安是不是失踪了？有可能，我先报警，让我们分头去找。顾总，我今天暂时离不了婚了，我孩子不见了，我得去找。我陪你去。你不是今天要离婚吗？找孩子要紧，婚哪天都能离。好。阿姨，我不认识你吧？你确定没绑错人吗？我妈咪从不干这种事。我可是蹲了你好几天了。你妈阮静每天下午4点半接你放学。阿姨，你好有毅力，但是呢，我妈咪不是你说的那种人。不愧是那贱人的儿子，这么维护他。你说我妈咪抢男人，那她到底抢了谁？他和他的老板勾搭在了一起，他还没有告诉你呢。真的吗？你很高兴？我以后要有爸爸了。还行吧。阿姨，你知道吗？你绑架一个成年人，或许只会被关几年，可是呢，你绑架一个儿童却死刑。可惜呀，没有人知道是我绑架的。根本就查不到我头上。阿姨，你别冲动，你现在收手，我可以出庭为你作证。那你妈妈对我造成的那些伤害，谁来偿还？阿姨，你是想要妈咪老板吗？放了我，我让妈咪让给你。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我要解决掉你，让阮静每天都以泪洗面。好吧，阿姨，我暂时接受这个死法，但我想知道我到底死在了什么地方。你给我听好了，龙川市西塘郊区就是你今天的葬身之地。
阿姨，能不能再等会儿啊？等我看完最后一眼夕阳再死。小杂种，事儿真多。等你死了，再去揍。安的手机定位就在这里。救命啊！妈咪，我在这里！救命啊！妈咪，我在这里！救命啊！妈咪，我在这里！在那边！救命啊！妈咪！救命啊！妈咪！妈咪，刚才那个坏女人从后门逃走了，快去抓她！李特助，安排保镖去抓。是。你俩跟我走。帅叔叔，是你。一直都是我呀，怎么了？阮静是你的妈咪，她是你儿子。对呀，是我妈咪。走，妈妈带你回家。安，你今年到底几岁5岁。对不起，叔叔，上次骗你是4岁。那你家里的男人是谁？你说的是楚亮叔叔吗？顾总，她是我的男闺蜜，她叫楚亮。安静，和你结婚的人是我。什么？安是我的儿子。来。什么？什么？顾总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家是不是住在滨田小区32栋1单元501室？是我家。我们今天在民政局见面的时候，一直跟你联系的，是不是胡律师？你怎么知道？胡律师是我的代理律师。6年前和你结婚的人是我，我就是你的老公。怎么会？当年那晚过后，我就去了米国，建立了集团分部。后来我集中精力，打败了米国本土所有的企业。这么多年来，是我一直对你们不管不顾，是我对不起你们，是我辜负了你们。幸好一直是你，这些年你在外面受了不少苦吧？我们以后再也不要分开了，好吗？好。太好了，我要有爸爸喽！顾总，人抓到了。阮静，我只是一时冲动，我并没有真的想要害你的孩子。阿姨，你刚才都拿起刀要杀我了。你把我儿子绑到这里，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，你真的会收手？我不会相信你。秀林哥，救救我！钟可可，做人要敢做敢当。你今天既然敢犯法，肯定也做好了进监狱的准备。秀林哥，你看在伯母的面子上放过我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。我们顾家不会包庇罪犯，我不会，我妈也不会。我那么爱你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。爱，你根本不懂什么叫爱。秀林哥，他都已经有儿子了，这个女人她根本就配不上你。她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，孩子也是我的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自己的老婆孩子，我能不知道吗？钟可可，你害人终究害的是自己。把她拖出去，送进监狱，这辈子别想再出来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放开我！爹爹好帅，打倒坏人。我还是不明白，我明明帮你买过包包和花，你说要送给老婆。包是因为安安说她才4岁，我一算年龄不对，我还以为她是你跟别人生的孩子。那花呢？我送花那天是一个男人开的门，安安还叫他爸爸。哼，是楚亮叔叔啦。然后你就以为他是我的出轨对象？是。你误会了，他是我的男闺蜜楚亮。
我现在知道了。如果我们早点弄清楚，也不会耽误这么久时间。阮静，对不起，是我太草率了。没关系，你当时也不知道老婆是我。哇，帅爸爸道歉了！顾安安小朋友，你的愿望要实现喽！耶！恭喜夫人和顾总重获良缘。过来。在门口站2回了，还是第一次进了。爹地第一次进自己的家耶！我带你参观一下你的家。这个时间会是谁啊？我去开吧。妈，你怎么回国了？妈，奶奶，哎，大孙子，我怎么不能回？发生这么大的事，哼！我来看看我的宝贝孙子受惊了没。好乖的大孙子，奶奶亲亲。静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呀刚刚听说这钟可可所作所为，你跟安安呐受苦了。没事的，妈。我早就说这安安是我的亲孙子，这修林他就是不信。妈，你道歉就道歉，带上我干嘛？你俩这婚还离不离啊？不离。好好，不离好，不离好啊！儿媳妇儿，乖孙子，跟奶奶一起搬进大别墅住，好不好啊？好耶好耶，大别墅！好乖哟！出街其他人偷偷查看。老婆，这几天睡得还习惯吗？习惯了，别墅200万的床垫，睡得可舒服了。可是我一点都不舒服。你怎么了？落枕了？我们结婚到现在都6年了，都没能一起睡。谁让你出轨那么久？哎呀，怪我，以后我们都不分开了。老婆，你天天都陪着安安一起睡，什么时候才能轮到我呢？那你问问安安，他答不答应？安安，让妈咪今天跟着爹地一起睡，好不好呀？不好，谁都别想跟我抢妈咪。老婆，快帮我想想办法。要不我们3个一起睡？不行。瞧你这点出息！安安，今天跟奶奶一起睡，奶奶我想你喽。好吧，那我就陪陪奶奶吧。哎，好乖。奶奶，刚才爹地抱着妈咪进去干什么了呀？安安，你要有小妹妹了。